李巡抚，请坐。哎呀，呀，李巡抚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嘛，坐嘛，坐嘛。哎呀，坐。马丁县，下官在。你的那个弹劾文书啊，本官已经收到了，写得很好啊。这个征税在即啊，这金安呐，闹出了民变，一个知府，一个巡案，都弹压不了啊。本官呢，10日之后，便要进京述职，没有办法啊，只有亲自来了。劳动上官是我等无能。不，我等无能。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，我是来处理问题的。仁华的那些民众为何不走啊？他们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看，李巡抚，我们已经揪住了此次民变的罪魁祸首。仁华县民帅家墨、封宝玉，此2人妖言惑众，妄议税赋，指使诸县举语不断，以致生变。如今我们正要将他们明正典刑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这个斩刑是要上报刑部的，你这样不能私自动刑吧？我们也是急于消弭民变，事急从权嘛。不过2人的斩刑文书都是齐整的，文书在此，在下暂离府事，提交府印。马彬县已经复审批过了。哎呀，这个定情论罪的，一定要慎重啊！朝廷一再说要导人向上啊。这，李巡抚啊，您真是有所不知啊！这2人呐，把整个金安府搅的是天翻地覆，不杀他都不足以平民愤。确实如此。乱民一闹，你们就杀人来安抚他们啊！那么以后他们再闹的，你到底要杀多少人呢？陈青，你要吓死我了！这杂剧里边就法场的戏码，不都是到最后一刻，英雄才出现吗？老帅跟我讲了，你除非是会飞，要不就是会什么遁地术，不然你根本不可能及时赶到的呀。本来呢，确实是赶不到，但没想到啊，居然在去省城的半路碰到了巡抚的仪仗。他是来人话的呀。马文才，他为了扳倒黄知府和刘巡案，早早的就把弹劾文书发到了省城。为了杀帅家墨灭口，怕黄知府和刘巡案阻拦，便连夜派兵把他们送回了省城。他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可是没想到，刘巡案却因此碰到了李巡抚，此乃天意。所以就是说是刘巡案说明了是非对错，然后李巡抚决定替我们主持公道，是吧？帅家墨，你虽然是一个算呆子，但运气实在是好。那个李世达便是当年办你父亲案子的另外一个官员。谁是帅敦成？我是。奉行暗查史司的范兆模，吏部的李主事，召你过去问话。其实对于这个仁华的情况，本官呢在来的路上也做了一些了解。起源呢是这个人丁丝绢税。说到这个税目啊，跟我还是很有渊源的。我记得我在吏部主事的时候，跟范老联手，在仁华做过一个案子。知道我们2位是做什么的吗？不知。本官是负责摩勘审计奉兴诸府财货支出、税赋田亩的，这位是吏部负责吏治廉洁的主事。参见李主事。参见范兆模。你们仁华县有一笔人丁丝绢税，你可听说过？知道。这笔税目折银3530两，按道理应该是由仁华县来征收，借送到金安府，再由金安府借送到省城户部承运库，
对吧？对。不过，仁华县是副郭县，库房是县府共用。所以从仁华县借送到金安府的这个手续呢，只是在文书上走了一下，实物呢，并不离库，所以就无需盘库清点。如果有人想中饱私囊的话，就在这个节点上一纸文书，就可以把银子挪出去。不知二位想问些什么呢？这个是你画的押吧？利用你工作之便，挪走了库银3530两，大手笔啊！你好大的胆子！这个押确实是我画的，可是这个真的是用于修缮之初啊！何为修缮银呢？修缮银是为了修缮田池用的，可实际上是为县中那些大户丈量田亩、缩减面积收取的一些辛苦钱。你还想狡辩？二老，咱不要急啊！你刚才说，你只是收贿赂，并没有挪用税银，你有证据吗？有，我有。请给我几天时间。这个问斩的人姓帅吧？和这个帅敦成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他是帅敦成的儿子啊，家风使然，恶习不改，是吗？哎，你是那个户房长案吧？是，就是在下当年举报的此案。哎呦，李巡抚好记性啊！这个案子疑点不多呀。哎呀，当时帅敦成说呀，他说此案另有隐情，我就放他回去了，准备好这个证据。没成想啊，过了几天，他畏罪自杀了，使得此案无疾而终啊。哎呀，李巡抚为一切罪名记到20年之后，他九泉之下，他都知足啊！哎呀，别提了，本官呐，这一辈子破了不少案子，就这一个案子有始无终啊，所以一直耿耿于怀呀。是，那所以呢，今天咱们这个行刑呢，就暂且停一下啊。李巡抚，本官要会官合议。下官以为，眼下如若放任乱民包围县城不散，只怕会生祸患。是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去跟他们说，让他们每个县选几个代表来，在一旁旁听便是。李巡抚，这真不行啊！哎呀，对于乱民呐，不可一味的屈从，不可一味的弹压，只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，官府处理问题是有诚意的啊，他们自然就静下来了啊。李巡抚啊，哎呀，这些官，你们两个是做父母官的吧？总不能让我来教你们吧？啊？你知道李世达为什么来仁华吗？他不是来替我们主持公道的吗？错，到了这个级别的官员，对错对他们来说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谁能给他带来的好处更大。我们的胜机呢，不是要给他讲明白一个道理，而是要向他证明我们更有价值。做到了，我们就能赢；做不到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把我们舍弃掉。啊，这么难啊？那还不如一开始一刀就解决我了呢。明天你们两个啊，尤其是你帅家墨，千万不要执着于人丁私捐税的那些细账。那我们说什么？我这次之所以博到这个机会呢，是因为我向李巡抚献上了那本私捐全书，让他知道了咱们金安引田的问题是有多严重，所以
明天我们一定要死死咬住清让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。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两者都是错误，有什么分别？不一样。以征人丁私捐，无非是从哪个县的百姓手里收税，这个对巡抚来说都是一样的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个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首府变法在即，这个是最敏感的私权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一下就明白了。你们这是为了百姓请命，为朝廷排忧，此乃无可辩驳之大义。明天到了大堂之上，千万不要搞错了重点。你们俩琢磨琢磨啊，记得。程先生，这一语惊醒梦中人呐。这扯人清有点东西啊，他说的对呀。宝玉，你有姐夫了？啊？老范，哎呀，我等你好长时间了。我听说那个帅敦成来了。对啊，那他把资料带来了没有？哟，他说还有其他的资料需要补充，装订成书后再送过来。哦，这太好了！哎，这可是重大发现啊！明天咱们带上他的资料，可以回南京了。20年了。这金安府啊，没怎么变样。我听说李巡抚到了仁化，我马上就赶过来了。范兄啊，我还记得20年前，就在这金安府，你我2人联手办过案子。未成想啊，20年后故地重游，又见到了范兄啊！没想到昔日的吏部主事，如今是堂堂奉兴巡抚都御史，仕途之王，令人羡慕，令人羡慕啊！不敢！哎，范兄，那今日咱们就暂且先忙正事啊。之后呢，咱们再慢慢的叙旧如何？请。李主事是泾阳人，我是金安府出来的，念在我们的乡情之上，我提前让你过来，看看有没有周旋的余地可以帮衬一二。范兆伯高义，快，坐。账册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账册就在家中。你能确定账册里边记载了所有的引田记录？我确定，每一笔都是经我手过的。这个很重要啊，一定要保管好。这个您放心，就算账册不在，我这脑子里也都记着呢，再默出一份便是了。既然这么做了，那就应该认罪。我喜欢算学，孩子也喜欢。这算学容不得一点错谬，如果错了，须得先承认，才能改正。我希望我可以教会他这一点。好啊，知错就改，善莫大焉。我这回是公干回来，这壶省城老酒
做个纪念吧。哎呀，不敢不敢，受之有愧呀！快坐，快坐，快坐。我钦佩你，像你这样的人，现在不多了。今日汤审，众百姓代表，还有各地方来的乡贤俱在。按理说呀，皇权不下天。不过，兹事体大，我和范老又是旧识，所以请诸位来作为旁听，共议此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成人清也是我叫来的。帮着大家梳理梳理案情啊！大家都坐下吧。谢谢大人，走吧。诸位请看啊，我意外的得到了一本4卷全书，乃是20年前死去的帅敦成所著。上面所载所记，着实骇人听闻呐！什么东西？范老，要不您先翻一翻。李先生，李巡抚，这书是？爸，这书上记录的是帅敦成20年前的一份土地交易明细，所记的这个田亩买卖啊，真实面积和登记的面积大相径庭，全都存在着所省引田的勾当。20年，那就是嘉靖38年，这可是两地之前的旧事了，今日何必拿出来重提啊？毛知县，您是父母官吧？这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吗？隐匿田地跟其他案子不一样，你杀人放火做过就算了，损失到此为止。但是隐匿田地，那可是每年实实在在的从朝廷手里偷银钱，一偷就是20年，那得多少钱啊？危言耸听！再不及时制止的话，年头越多，流失的税银就越多。您说，该不该旧事重提啊？正是这个道理。李巡抚，在下以为还是要先搞清楚这4卷全书的真伪啊，否则这讨论半天也是空中楼阁呀。那是。请问这书您是来自何处啊？此书乃是德子刚刚去世的任主簿家中。当年任主簿跟帅敦成是知交好友，得其托付珍藏此册，临终一命要将它公诸于世。任主簿已经死了，你们便可以随意的编排，反正他在九泉之下，就不能反驳。鉴定账册不一定非得人在呀，从字迹不也能分辨吗？20年了，这帅敦成的笔迹，这如何分辨得出啊？谁说要鉴定帅敦成的字迹啊？宋统判，怕是您还不知道吧？这4卷全书上不光有帅敦成的记录，还有任主簿这20年的增补批注。任主簿在金安做了这么多年的官，怕是他的亲笔文牍可以装满半个价格库，我们随便取几本出来比照一下，岂不轻易可知吗？这个帅敦成，我接触过，脑子里有些问题，所以他写的这个东西不足为信呐。范老啊，此言差矣吧。您若是说帅氏父子他们不通人情世故呢，确实如此，
但您若说他们做的账不足信，那就真的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了。谁不知道帅师父子他们的算学功夫独步天下，怕是整个凤兴都找不出对手来。算得好和诚实可信是两码事儿。说得好，马兵仙，就如同写文章，有些人写的是花团锦簇，其实满肚子皆是男盗女娼。诚如你所言，就算是帅敦成亲笔所写，也未必是真，许是构陷。构陷，好吧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很容易查验。你要如何验证？范老，借私侦全书一用。这里边有一条记录，嘉靖38年的7月，同阳的一户费姓人家和赵姓人家有一笔土地交易，都看清楚，看清楚。当时负责账地的便是帅敦成，他实际册的土地是120亩，但是因为收了修缮银，所以他在省尺上做了手脚，最后在榆林图册上的登记仅为110亩，交易金额600两。这又如何？晋安府的所有土地交易需缴契税，官府要在地契上加盖大印，谓之红契。方知县，价格库近在咫尺，可否差人去把当年的契税记录和榆林图册拿来，咱们查验一下呀？李巡抚，本官已都备好，是否可以呈上来？哎呀，呈上来吧，呈上来吧。呈上来。姐姐，这是宝玉之前让我替他保管的，今日还给你。既然他留在你这儿，你就继续保管吧。110亩，600两。7月，600两，还是得看一下。来，600两。费姓、赵姓，数目全都对得上啊！这又能说明什么？很有可能是那帅敦成先看到了这榆林图册，然后故意夸大数字。毛知县，怕是他们两家的来历你还不太清楚哦。马兵县，麦田的费家是令堂的娘家吧？是。又如何？这买田的赵家就变得更有趣儿了。户主叫赵秉信，此人籍籍无名，但是若说起他的叔叔，相信在座的诸位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。他便是闻名凤兴的经学名家赵浩古。你这东拉西扯的，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少安勿躁，少安勿躁。刚刚都记住了吧？这笔土地交易是嘉靖38年的7月，那么嘉靖38年的8月。也就是下一个月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呢？是几位科的秋闱乡试。正是大比之年。而凤兴乡试的主考官，正是这个赵浩古。他虽然是江西人，但是侄子却定居在仁华。我与马兵县呢素有同窗之谊，恰好也参加了这一年的乡试。只可惜啊，我是因过被处落了，马兵县则金榜题名了。那是因为你当时夹带舞弊而被处落，此等人品，谁还敢信啊？你不必信我，信证据就好。这个契税记录上不是有证明吗？
110亩，600两，也就是每亩不到5两5。但是当时的地价平均应该是在10两左右。我就非常的好奇了，马兵线，在乡试之前，你的娘家以半价卖了实际的120亩地给主考官的侄子，然后你就金榜题名了。李巡抚，这是公然污蔑官员清誉，不光侮辱下官，还侮辱下官加词作诗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看来果真发生这件事了。李巡抚，在下可否呈上证据？呈上来吧。李巡抚，岂可因小人之谗言而以一封之官员？这是官方记录，要不你承认官府造假，要不你承认自己科长舞弊。程之清，马文才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这2份文书得收起来，留为证据。马文才，这事关凤兴士林清誉，我要上报朝廷，你得做个准备。当今张首府最关注的就是伦才大典，由不得半点瑕疵。你是2甲进士，如果真的有舞弊行为的话，那可是惊天动地的大罪，3足不保。早点查清，早点还你个清白。这也太草率了。来人，送马文才休息。是。马文才，我今天所做的这一切呢，不是为了你我之间的积怨，是为了正气。孙同伴，你有话说呀？李巡抚啊，刚才的讨论实在是离题万里，不知所谓。哦，在下以为这《思捐全书》的真伪并不重要，关键是这作者是否诚信。哦，在下是当年帅敦城案的提告人，此案的虚实我尽知之。哎呀，那你讲啊。当年我在护房做掌案，这帅敦城呢是我手下的书手。这个人倒是成年老实，算术功夫啊真是一流。哦，但是有一个弱点，就是这个孩子呀，这孩子呀从小就有痴病，所以他们夫妻2人一心就想聘请名医为其诊治，可惜身无积蓄啊。所以这帅敦城会铤而走险，勾结大户，收受贿赂，其行可诛，其情可悯呐。哎呀，不错啊。范老啊，我好像记得当初的卷宗上是有这个记录。是。当时我心想，这是旧情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哎呀，可是这帅敦城的，他胆子越来越大呀。我屡劝他不听，我不得已上报官府，引起您和范老的调查。所谓穷鼠孽离，一个老实人走投无路，
必然心生怨恨。凭借他的算术造诣，伪造一本交易记录轻而易举，谁被之以为这本书不可轻信。等一等，你是说这四卷全书是帅敦城伪造的？对，那他何必举火自焚呢？岂不矛盾？李巡抚，当时帅敦城是不是跟您承诺过，取了证据便会自首？但他突然身死，这其中必有蹊跷吧？我对此也是一直不解呀。更何况他们如此疼爱幼子，怎么可能舍得双双自尽，忍心留着一个幼子孤独一人吗？心中有鬼的犯人，他所有的行为就会自相矛盾，有时候他会一时激愤上头，就考虑不了这么周全的。人主簿呢，除了留下了四卷全书，还留下了一笔当年的仵作记录。这记录上写明，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妻两个的遗体口中无灰，说明不是死在火场，而是死了之后被留在火场。这是不是被奸人所害？奸强附会，他夫妻二人先是喝酒，酒醉之后被烧死，这并不奇怪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我在仵作的文书里亲眼看到的。文书哦，仵作的文书。范老，您看，文书，看清楚了？文书，来，都看清楚。李巡抚，请过目。宋通判。程人，请你炸我！我炸你又如何？人主簿不可能留这种没用的东西，我就是在炸你。我杜撰的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二人喝过酒？你在现场。我怎么可能在现场？事发之后，仵作亲口跟我说的。仵作是神仙吗？烧焦的遗骸还知道他们两个有没有喝过酒？知道他们喝过酒的，除了帅家梦，还有当日在场之人。说吧，你去帅敦城家做什么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你是当时护房的长啊！帅敦城为那些人篡改土地数字，不可能略过你。还有这四卷全书上的每一笔交易，都与你有牵连。从常理推断，你杀人的嫌疑最大，你便是杀了帅敦城、柳月娥夫妇两个的凶手。血口喷人，你这毫无证据的污蔑！污蔑！你看着帅家墨，7岁的帅家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母死在火海。20年来，他一直在重做这个噩梦。20年，你现在看着他的眼睛，对他说：“你与此事无关。”说。敦城啊，我准备再送你一桩富贵。你精通数理，既然能毫无破绽的丈量，你便自己在这价格库的榆林册上滴水不漏的改吧。长安，哎，我重要东西啊还在2楼。来，随我来。哎，长安，长安。家墨，还记得爹教你的退步句顶之术吗？给爹背一遍。错的。错的？哪儿错了？你今天在价格库写的数字是错的。我不干了。我觉得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哎呀！最近查阅账本，发现
这人丁四捐税有很大的问题。咱们县每年要比别的县多交人丁四捐税3530两，那又如何？宋长安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就因为多交了几两银子的税钱而家破人亡？这大灾之年，那马家范家的土豪乡绅不想着救济乡民，反而贱价购地，这是把人在往死里逼呀！莫名其妙。这人丁四捐与我们有何干呢？怎么没干？富裕田产，这你知道。那些乡绅把税款看得轻如鸿毛，就是因为你让我给他们干的那些所省场地、隐瞒田产的勾当。行了，别给我扯些有的没的。帅本城要如何你要如何。这条船你上上，钱你收了，现在想脱身，你完了。你难道不想给你这个傻儿子看病吗？啊？你难道想养他一辈子不成吗？养他一辈子又有何难？家母不傻，只是不通人情罢了。我好过他爹，受了这不义之灾，终日惶惶不安。银子你拿走，还是在这张票上留个画押。走的是府里的修缮银，没有问题。我害了那么多人，是我该付出代价的时候。这本书里的事例，是我收集了这1年多为富户丈量土地的证据，营缩多少，实测多少。原本以为这是为了佐证我推步据定之术。这是我刚刚写完的公诉，当做这本书的序吧。这个错误80年都没人改正，不仅苦了一县的老百姓，更是那些贪官污吏的遮羞布。今天我就要用这本书，让世人看看，大明这袭锦袍之下，都是什么样魑魅魍魉。不想这里。爹，3530是什么意思？记住这个数字，爹一生的功过都在这里了。等你长大了，爹陪你喝。哎，田波，今天咱们俩也喝个痛快吧。
帅。罗帅，罗帅，郎中，郎中，快！方知县，郎中都备好了。范老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上一回庭审，帅家墨就晕倒过。哎呀，本官真是内心着实的担忧啊，所以我就提前备上。怎么样啊？回禀巡抚大人，帅家墨并无大碍，还是玉气陡毙，到阴凉处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把他扶起来吧，找个阴凉的地方让他歇一会儿啊！快！哎，快！哎，刚才议到哪儿了？继续。宋人，我查过文卷，你是个举人出身，却未能更进一步，只落得做了个长案，仕途无望，你心中必然愤愤不平，对不对？你这种人，没了前途便只能惦记前途。你发现引田逆田实在是桩好生意，便教唆帅敦成从中做手脚，你坐收巨利，对不对？帅敦成品性高洁，不愿与你同流合污，你担心事情败露，便栽赃他，侵吞了人丁私捐，然后再杀他灭口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帅敦成品性高洁个屁！是他先要挟我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宋同伴，绝无此事。范老可以为在下担保。林巡抚，这小小的壮士扰乱公堂，须以杖刑，否则有辱堂威啊！小人甘愿受罚。哎，你违规了啊！你可冤不着我啊！来人呐，给我插出去，杖责时效，以儆效尤。是，我自己去。宋同派，宋同派，这都是陈年旧案了啊！我也不能仅凭一句话就定你的罪呀。不过，为了避嫌，你也可以下去了。记住了。
一定要死死咬住范云。我不行啊，我没你那能力。不行也得行，不靠你，靠孙呆子吗？记住昨天晚上我说的话，你便不会输。今日何意？本府有言在先，不得妄行讼师手段。然成人妻以刑诈得利，不知妻心之害，杖责时下，以儆效尤。慢点。哎，小珍，帮我拿一下药盒子那个，那边啊。别坐。躺下。这议了这么久了啊，你有什么主张，说出来。啊？冯宝玉啊。什么？不，说走嘴了。大胆，在这公堂之上油嘴滑舌，你是要戏耍大家吗？不是。那个李巡抚，既然四宣全书是真的，我们要求彻查人华土地，清账田亩，追回这20年来引田所得，涉及其中的乡绅官吏，都得严惩不贷。对。方知县、毛知县，二位都是金安的父母官，啊，对于冯宝玉这个想法，建议如何呀？李巡抚，我们先不说这四宣全书是真是假，这次百姓而来，完全是因为清账而激起了民愤。若再来一次，恐怕我等就按不住了。本县谨遵巡抚衙门的决定，绝无二话。二位啊，这个清田呢，这个容易引起民怨啊，我们就别火上浇油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不是怎样？你把话说清楚。这个清账，这什么这？冯宝玉，本官警告你，在这大堂之上，所有的事情你要想清楚再说。你敢说错一句话，恐怕你就得大胆说出来了。说，你若想清楚了，就快说。明天我们一定要死死咬住清账土地这一点，大做文章。这个才是巡抚最关心的事儿。单搞缩省引田，这就是从朝廷的手里偷银钱。如今张首府变法在即，这个说呀，是最敏感的死穴。启禀李巡抚，这次清账激起民变，并不是清账本身的缘故，而是底下执行变了味道。放肆！你一个书生敢在这里妄议政务？毛知县，你错了，我不是胡说的，我是在沱阳县亲眼看到、亲身经历的。啊？你还有这样的经历？说。接下来啊，冯宝玉得看着自己了。其实这案子呀，就没想过你们要赢。你们三个只要是平平安安的，就老天保佑了。哎，你呀，总是小看你弟弟，给他照顾得太好了，结果呢，他在你面前就只能连起爪牙，扮作一个无能的纨绔。你说谁是无能的？你，我觉得宝玉，孙公子，他虽然看起来傻乎乎的，但其实还挺厉害的。
听见没有？好。那既然小芝姑娘这不也说了吗？冯宝玉挺厉害的，那你作为至亲之人呢，你就放手让他去成长就好了。这冯宝玉吧，也有一股执着的持气，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学自帅家魔，我反正是自愧不如。陈氏父女的遭遇在同样各处反复发生着，乡绅忙于兼并土地，小吏忙于欺压良民，官员忙于明哲保身，彼此勾连，沆瀣一气。再英明的举措，让他们执行下去也会荒腔走板，这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啊！你这是要指责全金安府的官员吗？邓知县和任主簿是投鼠忌器，而你毛知县，那就是同流合污。这次民变，本就是你等纵容小吏，好好的竟被歪嘴的和尚唱歪，这锅还要扣在我跟老帅头上。帅氏父子不过是想要挑拨真相，却被你们联手打压，甚至豢养杀手，戕害性命，荒唐，太荒唐了！这大家都知道，贫富无定势，田宅无定主。这两厢情愿的买卖，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罪过了？你哪里看得出来这两厢情愿呀，毛盼凤？李巡抚，仁华阁用于缴税的土地已不足20年前的70%。毛知县，你来说一说这些土地都去了哪里？先是被乡绅们巧取豪夺，从农民手里抢到自己手里，然后勾结官吏篡改鱼鳞图册，把土地隐藏起来，避开朝廷征税。那四卷全书，那岂不就是明证吗？倘若天下府县都和金安府一样，税田逐年缩水，岂不是百姓负担愈重，朝廷却未能夺得分毫？田土每年所产，下不能流于黎民之手，上不能输缴于朝廷库房，全都肥大了你们这些横亘其中的囊虫、毒种、毒瘤。长此以往，国将不国呀！冯宝玉，你这好一片策论呐！如果这是乡试的话，我点你头名。说。李巡抚，这小子就是胡说八道，弓箭挑政啊！哎呀，是不是胡说八道？得有证据啊！你刚才说什么？陈氏父女他们现在何处啊？来了。大芝姑娘，你先别忙了，赶快回堂上去，还得给宝玉作证呢。好，谢了，小芝。人呢？看来还是骗人的把戏呀！既然没有人证，李巡抚，我看可以尽快结案。我也是同阳县的，这位风先生所说句句属实。那些仗田的蓄吏们，就是这样欺负我们老百姓的。我愿作证，我也愿意作证，我也可以作证，我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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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乡亲们，安静啊！如果愿意作证的话，就在这文书上签个字，按个手印吧。好。我一直就没明白，
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一个穷乡僻壤考出来的穷小子？李巡抚啊，这风宝玉的胡言乱语，大多都是极端的个例，要么就是空口无凭啊。如果这些一旦传出去，恐怕这晋安8县的知县都要惶恐啊。方知县，你惶恐啊？回李巡抚，百姓们都叫我方石相，那石相怎么会恐慌呢？懒细毛知县，你确实应该惶恐一下。李巡抚，我要在此提出指控：之前刘巡案想要彻查人丁私捐税，毛攀凤公然违令，蓄意烧毁价格库，销毁朝廷账册，还想杀我个老臣灭口，胡说八道！上次已经审得分明了，是那老张监守自盗，已经畏罪自杀了啊！又是畏罪自杀！毛攀凤，监安府的犯人怎么都这么识趣？你一需要，他立马就自杀是吧？李巡抚，这种小人之言是不能听的。他们在晋安府那都是出了名的奸佞之徒，信不得的。啊，他是谁呀？这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哼，这还要拜方知县妙手回春。方知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呀，这个老厉呀，他在我的监狱里悬梁自尽了。哎，结果他只是背过气去了。当晚仵作回报说他突然又喘过气儿了。你说真是侥幸啊，命大。为何不说呀？啊？为何不说呀？说？向谁说呀？啊？老知县，这事儿可是你做的不地道啊！啊！你派人到我仁华的监狱里去，想让这老厉死在监狱里，你这不是让我背锅吗？这么麻烦的事儿，你把他甩到我头上来，你还让我说？我说什么？我向谁说？老书吏，进前一步说话。来，你跟李巡抚面前好好说说。喂，李巡抚，当初毛知县和陆捕头找到我，让我配合他们，把价格库连同里边人一把火烧掉，伪装成误入火烛的现场。芸娘为什么会选择你这么个破落壮士？可惜她选错郎，嫁错人，才落得如今香消玉殒呐。你一定也很想他吧？胡说八道！陆捕头还到监狱里逼迫我自杀，说如果我不死，就把我的女儿和外孙把他扶起来说话。老人家，我侥幸没死，就托人给兰溪报信儿，可没想到我的女儿外孙生生饿死在家里，就是你们！还程度的那样保我家人一尸平安！你个老匹夫，血口喷人，我掐死你！毛知县，打死你！掐死你！
此乃人证啊！啊！带毛知县下去疗伤吧。是。好，别动。带下去。是。来，走。范远，范远把那本书给烧了，血口喷人。方知县，你可否看见？哎，是何人而为啊？这适才乱作一团，下官心脉骤停，未曾觉察呀。哈，那你就待在上面吧。啊，来，接着译。李巡抚，李巡抚啊，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我们继续。接着译，接着译。启禀李巡抚，现在事实已经很明显了。20年前，宋人收取乡绅贿赂，灭口帅墩城掩盖真相。马文才家里转售土地，科举舞弊。20年后，黄知府跟刘玄安想要彻查此事，却被那个毛潘凤湮灭证据在先，挑唆民众在后。种种迹象表明，金安府积弊已深，改正势在必行。这一切，皆源自于帅家莫提告人定思捐之故。他无过有功，还望巡抚明察。清理低弊，哎，的确是朝廷这2年的想法。可是你能有什么想法呢？清涨人华土地，重定人丁思捐税。哼，好一篇策论！你有什么可说的？冯宝玉，老夫建的学堂你不曾上过吗？高堂之上，竟敢如此无礼！那不过是你们赚取民望的手段罢了，和你们贪图的利益相比，那不过是9牛1毛。你们，就是指你们范家，思捐全数的1半都跟你们范家有关，他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。巡抚大人，大明律哪一条写明，拥有田地多的人有罪？我操！老夫名下的田产是多了一些，那都是诚实经营所得，勤勉致富，难道有罪吗？你们家那么多的土地，怎么可能每一笔都是公平买卖？哼！凤兴松江、徐杰、徐阁老家有多少土地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24万亩。你要是有本事，你到徐老府上跟他说，你刚才不是说有钱的士绅都是毒瘤吗？难道徐老是最大的毒瘤吗？范老，今天所议乃金安的政务，不涉其他呀。不，这是一回事。嘉兴袁家用田20万亩，钱塘许家18万亩，余姚余家17万亩，整个江南豪门近身比比皆是。你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，竟如此离经叛道，难道你想跟江南所有的士人对敌吗？你个老狐狸，你不要偷换概念。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买卖土地之事，而是你隐匿田地那
本官以为，今日堂议到此为止吧。大家请回吧。就算没了《资讯全书》，我同样可以证明。等等。帅家墨，难道你能背过不成？我从未看过，又如何背得住？只要范老挑出他名下任何一处田产，交予我重新丈量，看看与榆林图册记载是否相符，就可以一清二楚。重新丈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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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要交对比，就能丈量。范老。此时民意最重要，不如答应他。反正田是咱们的，而且核准丈量次序，也都是咱自己人。咱们就给他那块最要的田，晾到帅家墨也挣不出个究竟来。老夫在仁化确有一块土地，土名武功堂下，堂序69号。老夫想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倘若帅家墨凭空诬陷，望大人严惩。这您放心，我一定是秉公办事，严惩不贷。帅家墨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其实我很高兴。从一开始仁华县那次议论，我就不明白，为什么一个简单的算学问题要搞得如此复杂？明明就是1加1等于2的事情，却牵扯到这么多不相干的人和事，所以才到了如今这个局面。现在好了，算学的问题终归还是要回到算学本身，只要解决了眼前的问题，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好，本官欣赏你的勇气，即刻动身吧。不必了。这块武功堂下行序69号田，可是咱县最要的田了。我测算了3遍，才得出结果。
生，对吗？爹。此田10亩6分，分毫不差。荒谬！随口说一说，明显就是为了诬陷范老。榆林图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9亩2分。望李巡抚派府中护防蓄力，核准丈量，莫被宵小之辈妄言蒙蔽。对，没错。好啊，到底是9亩2分呢，还是10亩6分呢？确实要重新丈量核算。巧了！本官手底下真有几位算学的名家，账前经验颇为丰富。来人，即刻动身吧！撤开！闪开！闪开！回来了。结果，回禀巡抚，土明武功堂下行字69号土地丈量结果是10亩6分。李巡抚，老夫有一言是关于丈量事宜，能否借一步讲话？范老，本官是看在你我有旧日的份上，来听你一言。你还有什么辩解呀？我没有什么辩解，我相信您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我知道您最关心的是上京之时能否完成丈量事宜。难道您没有看到民报之后那2位官吏的下场吗？您上京的时候怎么跟张首府交代，怎么跟圣上交代？朝廷要的是典型，您要的是结果。我会给您一个圆满的结果。什么？又怎么了？你说几日能确保清藏完仁华所有的土地？10日。10日。这个清丈田地呀，它本来是一件好事儿，啊，全被那些豪强劣绅还有恶吏，他给变成了一件坏事。他们多饮1分田，那就是从你们的碗里多抢1份粮食出来呀。所以，这次清丈田地理清田亩，
大家要一起站出来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的好兄弟释迦木，他会一门账田方法，能够又快又准确的帮助大家测出咱们真实的这个田亩数。那么接下来有请我的好兄弟释迦木。快去！这个账田之术，叫做推步巨鼎之术，是我爹教给我的。我爹说过，数性最朴，算学是这世界上最诚实的东西。数与数之间的关联，就好像这天上的星辰一般。如果你能洞悉这计算之妙、计算之理的话，便可以扬俯天地，上下求索。这便是就是我所求的道。千斤为一分量，在边缘数标不长，也兴许的分别数，在算推不知地方。千斤为一分量，在边缘数标不长，也兴许的分别数，在算推不知地方。千斤为一分量，在边缘数标不长，也兴许的分别数，在算推不知地方。千斤为一分量，在边量，在边长数标不长，也兴许的在算推不知地方。知地方，千斤为一分量，在边数标不长。知地分别数，在算推不知地方。佳木回来啦！哎，来进来呀！盛汤啊！对对对，汤好了，杨爹给你盛碗汤啊。多加点鸡肉。来，喝鸡汤啊，小心烫。怎么没有鸡头啊？吃什么鸡头啊？你又不呆。佳木，你长大了。来，老帅，你怎么哭了？老帅，哎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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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怎么哭了，老帅？哎，那个，先撤了，先撤了，先撤了！哎，走走走。
喝口水啊，东吴。兄弟，谢谢，辛苦了啊！看我这盆一瓶，喝口水。好，来喝口水。千千经纬以衡量，再点圆出标不长，田行取顶分别数，再算推步知地方，妙也，妙也。来，百姓们过来了啊！给大家讲个好消息啊！以后咱们县税收下调了，不用再交那么多税了。因为到先是马文才，陕西知县毛攀凤，新安府通判宋仁，以治举舞弊、贪赌贿赂、煽动民变、戕害人命等罪，交督察院议罪。陆飞龙助纣为虐，残害乡里，处3000里口外充军。案冤以隐匿土地数额巨大，田产一律充公。自即日起，人丁私捐税只需仁华县缴纳1000两，其余2530两由范冤充公田产填补。老岳，你好了没？洗着呢。要换你姐的话，这会儿功夫早完事儿了。别提她了，她倒是清闲的很。我最近呢，写了一本书，想先拿给你看看。那你这一趟是路过呢，还是特意来的？